如果我问你，国外的大型连锁商店，你最喜欢哪一家？你会怎么回答 ？Costco、Walmart、汉森贝、Best Buy， 还是我给你推荐的这一家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抽风加拿大，我是 Luke。我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有趣的商店，再给大家看看我在这个商店里买到的几个非常有趣的商品。Value Village 是一家二手物品连锁商店，它第一家店于1954年在美国三藩市开门营业，当时的店名还叫做 Thrift Village， 以售卖价格实惠的二手商品为主，吸引了一大批消费者。毕竟无论在哪个年代，白菜价总能轻易地超越物品本身的属性，直接抓住你的眼球。别管我有没有用，先买了再说。 Shut up and take my money. 这也是为什么 Thrift Village 能够在之后的60多年里不断的发展壮大，至今已经在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开设了不计其数的分店。Value Village 的运营模式非常有趣，他们以社区或地区为单位开设分店，接受主要来自于当地地区的捐赠物资，或从当地非营利组织采购，将这些物资整理分类之后对外销售。所得收入用于当地社区的建设、支付员工工资等等。除此以外 ，Value Village 还致力于开展废物的回收和再利用项目。根据其官方数据显示，他们平均每年能从那些本来应该进入垃圾场的废物中回收出7亿磅的可利用物品。我从4年前发现这个店，并一度沉迷其中。最夸张的时候，每天要把 Markham 附近的几家店都逛一遍，甚至有的时候会开去更远的地方。看完这些，你肯定会想问我有没有在 Value Village 买到过什么好东西？那答案绝对是肯定的呀。我在 Value Village 买了很多东西。今天呢，我就选几样我认为特别有意思的，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样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这个 Blind Melon 的 CD 专辑，非常经典的一个专辑。我不确定大家了不了解这个乐队，国内叫芒瓜，非常有名。然后是2张，为什么是2张呢？ Value Village 它有一个区域呢是专门卖音像制品的，它里边有比如说常见的 CD 啊、DVD 啊、VCD 啊、黑胶唱片啊、磁带啊。OK， 言归正传，那我为什么有2张这个专辑呢？这个就是背后有一小故事。这一张是我某一天去 Value Village 碰到的，然后我就毫不犹豫地买了，因为价格太便宜了，1块9毛9，比国内的打口袋还便宜。之后的某一天，我又去了一次 Value Village， 然后又看到这张 CD 了。一般来说，你在 Value Village 遇到重复的 CD 的概率还是很高的。一般呢，我都是买过了，我就不会再看了，就去选其他的。那一天就鬼使神差的，我就把这张专辑又拿起来了，我就看了看它外表。比我印象当中我之前买过那个外表要旧，但我当时脑子里突然有一个念头，这张专辑里边会不会有签名呢？当我脑子里闪现了这个意识以后呢，事后证明量子力学就从那一刻走进了我的生活。当我观测这个专辑里边的时候，发现它真的有签名，就特别神奇。当时我也不确定是不是他们本人签的，还是小朋友的涂鸦。不过因为价格也不贵，1块9毛9，我就想都没想就买回家。然后我就上 eBay 上 Google 搜了一下他们的签名大概是什么样子，然后对比之后呢，我觉得他这个应该90%是他们自己签的。不过无所谓吧，是不是他们签的不太重要了已经。这个专辑背后的故事，我觉得是我收藏这张专辑最大的意义。跟大家分享第2个我淘到的宝贝，这是一个8毫米的录像机，在盒子里面放着。很多 Value Village 的店里边会单独有一个区域卖这些旧的摄像机、照相机之类的产品。然后呢，我也是每次我去 Value Village 必逛的一个区域。然后这个呢，摄像机其实我不太了解，因为年头太长了，这些老的机器我不太懂。我买这一台摄像机的理由呢，不是因为这个摄像机本身，是因为它里边除了这个，先给大家看，除了有这个摄像机本体以外呢，它还有四个小盒子，打开之后
发现是这台机器拍的，已经制作好的这个幻灯片吧，应该是。每一个盒子里边大概都有20多张，因为我没有放幻灯片的那个机器，我只能拿灯照着看，看了个大概。这些照片呢，大多数都是家庭的合影，都是特别温馨的那种。我不清楚为什么，可能主人忘了他这个盒子里边有这些东西，所以把它给捐了，捐到了这个 Wally Village 的 Donation Center。我觉得挺可惜的吧，如果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把这些东西捐掉，因为毕竟这个年头起码要20年以上吧，我觉得有点可惜。不过我替他们收藏吧，我觉得也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宝贝吧，我在 Wally Village 淘到的。所以我在这儿建议大家，如果你要捐东西啊，或者是卖东西，你的二手用品的话，你一定要确定里边没有类似这种非常宝贵的东西。好，现在我跟大家分享今天的最后一个宝贝，这个宝贝太厉害了，我觉得就是买这个东西的整个经历呢，到现在为止，偶尔我还会在跟朋友的饭局上跟大家侃侃而谈。这个是我个人认为啊，我出国到现在经历过的最美好的事儿之一。那为什么呢？大家听我慢慢给大家讲。首先就是又是一张专辑，我特别喜欢买专辑啊。然后这张专辑呢，封面可能很多人都熟悉，因为这张专辑里边有一首歌呢，就是人尽皆知吧，在国内都是人尽皆知。哪首呢？泪洒天堂，也是为什么我会买这张专辑，就是因为这首歌。买之前呢，也是大概的看了一下，我一般买专辑都会看一下盘的这个状况。这盘都非常新，所以 OK 没问题，我就买回家了。买回家以后，把这个碟放到 CD 里边，我就开始准备听，然后看歌词。然后这个歌词页拿下来以后呢，神奇的事儿就发生了。我把它打开一看，就掉出来一封信。当时我就惊了。这封信呢，其实这封信没有很厉害，也不是什么情书什么的。这个人的笔记呢，我不太能认清，所以我大概能了解他讲的是什么事儿。就这封信大概的内容，它就是2个朋友之间的一封信。一个人买了这张专辑，送给了他的一个朋友。收到这个 CD 的这个人叫 Matthew， 然后他在多伦多做 DJ 的行业。这个信就是他这个朋友写给他，然后问候他，问他在多伦多的生活怎么样的一个信件。然后这里边提到了一些只有他们自己可能才了解的一些小的事情。比较厉害的是这封信是1993年写的，所以这封信到现在已经有27年了。我当时买的，我是2年前好像买到这张专辑，所以当时是25年，就2个完全陌生、跟我都讲不同语言的2个人之间的一封信，竟然就落到我手里，落到我手里。所以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神奇，这种事情发生的概率到底有多大呢？全世界有大概60-70亿人，就是3个人之间能够产生这么奇妙的联系，当时让我觉得非常震撼。他寄出这封信的时间呢是1993年的3月11号晚上9点半，然后这张专辑是1992年的一张专辑，所以他送给他朋友这张专辑的时候，大概率呢这是一张市面上新出的一张推荐的专辑，可能当时没有什么名气，所以他送给他的朋友。就整个事情非常难以形容，非常奇妙的一种感觉。虽然这封信没有什么山盟海誓、天崩地裂，但是就是这种非常普通的这种情感，穿越了27年，在我看到它那一刻呢，就觉得哇塞，这个世界真的是太奇妙了。我不知道 Matthew 他有没有看到这个他朋友给他写的这张字条。可能时间过得太久，他可能忘了这张碟里边有他朋友写给他的这个字条，或者他现在跟他的朋友可以经常见面了，所以以前很久以前发生在他们2个人之间的这件小事儿被他给忘掉了，所以他把这张碟可能捐到了 Wally Village。但是这个碟对于我来说，就显得异常珍贵，所以我会永远的把这张碟收藏下去，好吧？那这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3个小的宝贝，还有他们背后的故事。
因为现在疫情关系呢，Wally Village 它的店全部都关门了只有 Donation Center 还开着，所以等到lockdown 结束以后，如果它的店重新对外开放，然后我再带大家去它的店里边实际的体验一下。那不知道大家在二手商店有没有买到过什么同样对你影响很大或者同样非常有趣的宝贝？你可以留言，然后跟我们大家一起讨论。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抽风加拿大，下期再见，拜拜。Saw you in heaven.